你看到快要上市的 MMCS 這個名字，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差不多就是那種賣電腦、賣網絡設備、幫公司安裝系統的一家 IT 公司，對不對？但你把招股書翻開來，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他賣的不是单純的硬件設備，而是交付。先記住交付這2個字，因為後面所有東西都從這裡出發。在2025年 MMCS 的 revenue 做到9800多萬，而 PAT margin 是 10.2%。你先记住這個數字，待會兒解釋給你。但這裡有個問題，如果他真的只是賣硬件，為什麼 margin 長這樣？如果他不只是賣硬件，那市場到底一直在用什麼邏輯給他定價？還有最關鍵的一點，他利潤看起來不差，但現金沒有你想的那麼輕鬆。今天我們就實話實說，一起拆解這家公司。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先把这家公司的生意模式講清楚，因為如果這一步讀歪了，後面你看利潤、看現金流、看估值，全部都會跟着歪。很多人看到 MMCS 第一反應就是IT 公司賣電腦賣設備的，但你仔細看招股書的收入結構，就會發現硬件銷售只佔它2025年 revenue 的 17.6%， 才 17% 不算多。那其他的收入從哪裡來？最大一塊接近 50% 是架構設計、搭系統和參數調試。是客戶說我要一套系統， MMCS 負責幫你設計、幫你落地、幫你跑起來。第二大塊 31.1% 是 IT 外包服務，客戶的 IT 部門不想自己養人，就外包給他來管。剩下的就是 leasing 佔 1.3%。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不是一間幫你批發電腦的公司，它是一家幫客戶把複雜的 IT 需求從零變成一套能用的系統，然後繼續幫你維護、幫你運營的公司。這2件事兒定價邏輯完全不一樣。那它靠什麼撐起這套交付系統？靠的就是人，這不是輕資產的生意。根據招股書，它有31個 resident engineers， 這個角色是派到客戶那邊實實在在待着的，不是偶爾去 visit 一下。另外還有6個 IT 售後客服，在 Cyberjaya 的服務中心運作24小時熱線。一個公司有超過一半的人是技術團隊的，這就是為什麼你不能把它當成賣貨的公司。它的成本結構和人員配置告訴你，它是一門靠執行、靠人、靠交付節奏吃飯的生意。再舉一個例子，講它的交付是怎麼運作的。它的技術支持和 IT 外包服務這一塊是走 ticketing system 的。客戶打進來說系統有問題， Help Desk 人員接單做記錄，然後自動生成 ticket 編號，按照嚴重程度分配優先級，再派人去處理。硬件那邊也不是拿貨轉手賣出去那麼簡單，它有些交易要求客戶先付 upfront payment 才開始去採購。所以你現在明白了，它的價值就是把客戶複雜的需求做成一套可以交付、可以維護、可以續約的方案。但這裡有一個代價，交付越重就越依賴人，越依賴項目管理，越依賴客戶那邊準時驗收。這條鏈條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卡住，錢就回不來。這個問題我們下一段來講。我們先來把利潤講清楚。2025年 MMCS 的 revenue 是9860多萬， PAT 是1000多万， PAT margin 是 10.2%。 它有在賺錢，但問題來了，賺到的錢去哪裡了？如果我們去翻它的 balance sheet， cash 只有390萬，而 total borrowings 卻是1000多萬。你沒看錯，利潤做到1000多萬，手上的現金只有390萬，借款反而比現金還多。這2個數字放在一起，你不覺得奇怪嗎？公司好像錢有賺，但就是沒有錢在手。Operating cash flow 是860多萬，好是因為是正數。但看完整張現金流量表，你就會明白，利潤表上的錢跟口袋裡的錢走的是2條不同的路。所以錢到底跑去哪裡了？答案就藏在應收賬款裡面。2025年 MMCS 的 Trade Receivables Turnover 是98天。98天是什麼概念？就是他今天把項目交出去，要等差不多3個月錢才會回來。而他付給供應商的速度呢？ Trade Payables Turnover 是62天。你看到問題了嗎？收錢要98天，付錢只能拖62天，中間有36天的缺口。這個缺口要用什麼來填？要麼借錢，要麼就把手上現金壓得死緊。所以你現在明白了，為什麼利潤有1000萬，但現金只剩390萬，借款卻有1000萬，錢沒有消失，只是還沒回來。招股書裡面有一個真實案例，2025財年結束的時候， MMCS 的 Net Trade Receivables 是1840多萬。根據招股書的截止日，也就是4月份的時候，
他已經收回了1150多萬，但還有710多萬沒有收回來，其中呢530多萬已經超過正常信用期，也就是說已經 overdue 了。這筆錢主要來自一個 reseller， 原因是什麼？ reseller 的下游客戶延遲付款，所以這個 reseller 也卡住了，付不了錢上來給 MMCS。 所以你看到了，你的回款不只取決於你的客戶，還取決於你客戶的客戶。不過招股書也寫明，董事會認為這筆款項是可以收回的，大概率不會變成壞賬。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想，沒關係啊， MMCS 的客戶很多是 GRC， 政府關聯公司應該比較穩吧？對，2025年收入裡面 GRC 客戶佔了接近一半，而 Top 5 Customers 合計貢獻了 58.84%。 GRC 客戶多可以解釋他為什麼拿得到項目，但拿得到項目跟收得回款是兩件不同的事。 GRC 不是不付錢，而是 GRC 的付款流程有時候就是比較慢，驗收程序和内部簽名等等，每一關都要過完才出款。所以你不能因為客戶名单好看就以為現金流會自動輕鬆，好看的客戶名单不等于好看的銀行戶口。這一段說到底其實只有一句話，這不是單純的盈利問題，這是項目型生意常見的節奏問題。你先把項目做完，但錢未必立刻回來。前面兩段我們講了它是什麼生意，也講了它的利潤和現金之間的落差。現在我們來講最關鍵的一個問題，市場到底在用什麼邏輯給 MMCS 定價？先把數字放出來。 MMCS 這次在 ACE Market IPO 定價是每股22 cent， 上市後市值大約是 1.24 億，對應2025的成績 Post IPO P 大概是 12.29 倍。一家 ACE Market 的中小型 IT 公司，這個定價算貴嗎？算便宜嗎？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市場不是在隨便給他一個數字，背後有一套敘事在撐着。那這套敘事是什麼？市場看的是兩條增長線。第一條 Cybersecurity， 在2022年這個 segment 的 revenue 只有520多萬，然後就步步高升，到了2025年已經是1630多萬的規模了。馬來西亞整個 Cybersecurity 市場正在擴大， GRC 和企業對網絡安全的預算也在提升， MMCS 拿到了這波增長的一部分。第二條 IT Infrastructure 加 Networking 加 Cloud， 這一塊2025年做到了3280多萬，佔全年 revenue 的 33.2%。 這兩條線加起來差不多就是公司總收入的一半。市場看的不是誰規模最大，而是誰能繼續把這套交付系統做大。這家公司剛好在這兩個方向上都有成績可以講，但每一個敘事的背後都藏着一堆假設。這套敘事假設的是客戶的續單不會斷，項目驗收不會一直拖，技術團隊守得住，供應鏈配合得了，整條交付鏈要一直順暢運轉。聽起來很合理，實際上這每一條都是風險點。招股書裡寫得很清楚，它跟主要客戶之間沒有長期合約。沒有長期合約是什麼意思？就是客戶覺得 OK 就繼續，覺得不 OK 就不續，沒有義務幫着你。這兩個 GRC 客戶在2025年合計貢獻了 40.5% 的 revenue， 而且要注意的是，他們都沒有跟 MMCS 簽長期合約，關係維持了蠻多年，信任還是有的。但信任跟合約保障是兩件不同的事。還有一條風險藏在供應鏈裡。招股書披露，2025年他向 Vistex Group 的採購額佔了總採購的 61.71%， 超過60%的貨源來自同一個供應商集團。這不是說 Vistex 不好，而是你的整條交付鏈有超過一半的命脈綁在同一個地方，供應鏈一卡，項目進度就卡，項目進度一卡，收款就慢，收款一慢，你就回到了應收賬款那個問題。那這整個敘事最脆弱的點在哪裡？還是回到同一個數字98天的 Trade Receivables Turnover。但我要在這裡補一個細節，2022年這個數字是28天，2024年去到111天，而2025年改善回98天。這代表兩件事。第一，它從111天降到了98天，說明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也在努力改善，這是正面的信號。第二，98天仍然比28天高出很多，這條路是不是還有進步的空間？ Trade Receivables Turnover 這個指標比任何成長故事都誠實，但大多数投資者不會盯這個數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會被3個標籤帶偏。第一個標籤，看見 IT 就先想到成長。 Cybersecurity 1年翻倍，從2024年的790多萬跳到1630多萬，非常厲害。但問題是，這個增長能不能持續？它靠的是持續的項目交付和客戶續單，
不是一個產品自動賣出去。第二個標籤，看見利潤增長就先下結論 ，PAT margin 10.2%，不錯。但我們上一段講了，利潤和現金這兩樣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利潤好看，但是 cash 不輕鬆。第三個標籤，看見 GRC 就以為安全 ，GRC 客戶佔了將近1半的收入，感覺很穩，但穩的只是項目來源，不是回款速度，也不是續單保障，沒有長期合約 ，GRC 的付款程序走完也需要時間。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變量，所以這一段想要帶出來的信息是市場不是在給一間電腦店定價，而是在給一套項目交付系統定價，而這套系統的價格最容易被回款速度和執行複雜度打折。12.29 倍的 P 值不值得看的就是98天的 Trade Receivables Turnover 和那2個沒有簽長期合約的大客戶。好，前面3段我們講了它的生意模式、利潤質量和市場定價邏輯，但有一件事我們還沒講，而這件事往往是市場給中小型 Ace Market 公司折價時真正在看的東西，就是治理結構。我們先從個人擔保說起，一家公司要做生意，要跟銀行借錢，要向供應商賒貨，需要有人出來擔保。在創業階段，這個擔保人通常就是創辦人自己， MMCS 也不例外。根據招股書，3位主要創辦人聯名以個人名義為公司向多家銀行借的 working capital 提供擔保，不只是銀行，供應商那邊，其中2位創辦人也為4家主要供應商提供了個人擔保，保證公司會按時付款。這些擔保會不會是隱性問題？其實不會，這是創業型公司在沒有上市光環之前取得銀行信用和供應鏈信用的方式。創辦人用自己的名字出來背書是很普遍的，問題不在於有沒有，而在於上市之後這些個人綁定有沒有開始鬆綁。答案是有這個計劃。招股書寫明，公司已向所有相關銀行和供應商申請，以公司層面的 corporate guarantee 替代個人擔保，而所有银行和4家供應商都已經有條件批准這個替換請求，條件就是上市完成，而 MMCS 正式執行 corporate guarantee 之後才生效。也就是說，個人擔保的退出機制已經啟動，不是還沒開始，而是已經在走程序了。這是正面的，因為公司的營運資金信用額度将不再受創始人私人狀況的影響。再往下看這個公司的股權集中度， IPO 完成之後，這是這3個創辦人各自持有的股份，3個人合起來有 61.18%， 超過60%。這意味着什麼？代表這3個人在大多數決議裡有實質上的投票控制權，除非他們被要求棄權，否則公司重大決定的方向都是他们說了就算。是不是壞事？不一定。很多馬股優秀的公司，創辦人長期持有高比例股權，反而是對公司有信心的表現。但市場確實會把這個結構納入折價考量，因為少數股東的話語權有限，治理透明度需要額外的機制來支撐。那 MMCS 有沒有這個額外機制？有，招股書寫明，上市之後，所有關聯方交易都需要經過 Audit and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審核，有相關的利益衝突，董事就必須棄權，不能參與討論和投票。這是對上市公司的標準要求，框架是有的。真正的問題是要看上市之後每1年的執行，所以這一段要說的是個人擔保和創辦人集中持股，在馬股中小型公司裡很普遍，不是什麼特別的 red flag。招股書也把這些結構講得很透明，擔保的替換機制也已經啟動。真正需要關注的是上市之後這套治理框架有沒有真的落實。好，這支片講到這裡，我只有一句話， MMCS 不是賣電腦的，他賣的是管理一群人來做項目交付，而這門生意不只看利潤，還要看回款、人才和治理。看懂它，不是看他賣了什麼，而是看他能不能持續把複雜項目交付完，收得回錢，守得住团隊。他本質上在賭的是項目型 IT Solutions 的交付效率能持續下去，而不是單純靠硬件銷量撐着。如果你現在對這家公司有興趣，有2組東西值得盯着看。偏正面的角度，你就盯這幾個 Trade Receivables Turnover 有沒有從98天繼續往下走， GRC 和 Repeat Customer 續單情況， Cybersecurity Revenue 佔比有沒有繼續擴大，經營現金流有沒有跟利潤同步。如果偏謹慎的角度，那就盯這幾個 Trade Receivables Turnover 有沒有反彈回去，借款壓力有沒有加重，關鍵技術人員有沒有流失，供應商配合度有沒有開始卡住。同一家公司兩邊都有東西可以看，就看你自己站在哪個角度。這是我答應觀眾要 cover 的公司。如果你覺得今天講的對你有幫助，記得訂閱。下一集我們繼續乾貨滿滿。